多肉根系生病了，会释放5种信号，其中第3种信号跟缺水非常像，搞不清楚乱浇水，肉浇一盆死一盆。俗话说，养肉先养根，养根3年功，只有对肉知根知底，才能养出健康的多肉。多肉生长的好坏和根系息息相关，根系好，不用管也能长得胖，自然出状态。根系不好，再怎么照顾都是半死不活，让人着急。那么我们怎么判断根系的好坏呢？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花花干啥不行，养多肉第2名。今天花花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多肉根系的6种状态，尤其是第6种形态，很多肉友一直都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今天就来揭晓答案。除了多肉根系的6种状态外，多肉的根系如果生病了，也会释放出5个信号，其中的第3种信号往往被误认为是缺水了，然后一直浇水就会导致肉直接化水黑腐。下面就一起了解一下6种状态和5个信号吧。1、健康的根。健康发达的多肉根系一般会充满花盆的各个角落，形成一张网，把盆土牢牢地网住，而且白色的根表示根系非常有活力，具有这种大白根的肉抵抗力强，吸水快，而且能抗各种控水各种疟。2、生长的根。正常生长中的多肉根系，毛细根也都是健康的白根，它们正在努力地往盆土深处扎，此时不宜过度控水，浇水用浸盆的方式最好，也不用非得浸到盆土表面湿润，只要盆土底部有水分，它们就会往下钻。3、缺水的根。控水久了的根系，白色的毛细根会从末梢向内逐渐干枯，如果控水过度，主根也开始干枯的话，就有些危险了。多肉缺水而消耗叶片，进一步则会发现毛细根基本也全干了。此时如果不修根，这些干枯的毛细根阻碍新根的发生，即便是浇水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了。4、老化的根。多肉经过长时间的生长后，大部分根会老化成为褐色，并没有什么活力了，甚至还会有病虫，只剩下主根还比较健康，但是吸收养分的能力大打折扣，这样的根系必须要修根换土了。5、水多的根。多肉植物浇水无节制，根系得不到顺畅的呼吸，就会烂根。烂根以后无法吸收营养，叶片会变得干瘪没精神，很多时候肉会长出气根来自救，但是更多的时候是不长气根的，而大部分人看到叶片干瘪的时候会以为肉缺水，于是浇水更多，形成了恶性循环，会导致肉黑腐，就只能砍头处理了。6、上翻的根。浇半截水就会造成根系上翻。什么叫半截水呢？就是浇水没有浇透，造成盆土表面湿润，深处却是干的。大家都知道根系都有向水性，哪里有水就往哪里长，盆土表面水分大，自然就往上长了。例如多肉12卷，闷养的时间太长，造成盆土深处早已经干了，而表面的小环境还是湿润的，这就会形成根系上翻的奇葩情况。所以浇水一定要浇透，肉量少的话建议浸盆为好。6种状态的根都是要通过看到根系后才能判断的，其实不用脱盆也能判断根系是否健康，因为多肉出了问题会释放一些信号给我们。下面就介绍一下根系出问题时多肉释放的5种信号。信号1、生长缓慢。不管是什么品种的多肉，也不管坐标在哪里，一年4季当中都有适合多肉生长的时间，只要多肉的根系是好的，在温度合适的时候都会生长。只不过有些品种长得比较快，有些品种长得比较慢。要是你的多肉一年4季完全不长，或者生长速度非常慢，1-2个月都看不出有什么变化，那很可能就是根系不好导致的。多肉植物的根系不好，吸收到的养分水分就很有限，不管是生长季还是非生长季，都可能停止不长。这种多肉还有一个特征，就是叶子会变得越来越薄，刚买回来的时候肥嘟嘟，养一段时间既不长个，叶子也变得越来越瘦。原因是根系不能正常工作，叶子中储存的养分也逐渐被消耗掉了。信号2、老化严重。多肉植物在生长过程中，下面的叶子会逐渐老化、发黄、干枯，但叶子老化的速度比较慢，
往往长出多片新叶，才会有一两片叶子老化。要是你的多肉中下部叶子老化的速度和上面叶子的生长速度差不多，或者叶子老化的速度比新叶生长速度还要快，那很可能就是根系出问题了。多肉中下部叶子快速老化，往往是根系不好的象征。一方面，根系吸收到的水分、养分有限，这些水分和养分只能优先供应给新叶，老叶逐渐被植株抛弃，叶子失养老化干枯。另外一方面，根系吸收到的养分、水分有限，新叶生长所需的水分、养分供应不足时，老叶就会利用自己的养分、水分反哺新叶，出现叶子生长大量老叶老化干枯的现象。信号3，叶子发软。多肉植物在缺水的时候，叶子会发软，但在不缺水的时候，要是根系比较好，除了底部老化严重的叶子以外，其他叶子都硬硬的，摸上去很有弹性。要是你的多肉在不缺水的时候，所有叶子摸上去都发软，那就是根系有问题，吸收不到水分，导致叶子失水、发软发皱。有些花友分不清多肉叶子发软是缺水了还是根系不好，其实很简单，叶子发软时浇水，要是缺水导致的，浇水后24小时内叶子就能变硬。要是根系不好，浇水后叶子没有变化，还是软趴趴的。如果多肉叶子发软是根系不好导致的，千万别总是浇水，浇水越多，根系腐烂的越严重。信号4，植株不稳。正常生长的多肉，根系和植料是融为一体的，轻轻摇晃茎秆，根部很牢固。但要是根系出了问题，而且问题比较严重时，轻轻摇晃植株，会发现和植料接触的茎部在晃动，有时候植料都在晃动。多肉有这种表现，大概率是根系都腐烂了。植株不稳的多肉，如果不是新栽种的，一定要及时翻盆检查根部。要是一直拖下去，根部烂完就开始烂茎秆，到时候别说挽救整株，怕是一片好叶子都剩不下。也可以通过观察多肉根部是否稳固，来判定新上盆的肉有没有浮盆。但是要注意，在摇晃植株的时候，轻轻晃一晃就行，别大力晃。信号5，掉叶子。正常生长的多肉，叶子不会无缘无故自己脱落，即便是老化严重、已经干枯的叶子，大多也是在外力作用下才会脱落。要是你的多肉好好的就开始掉叶子，移动一下花盆都能掉几片，就很可能根系出问题了。多肉掉叶子，往往是根系忽然受损导致的。尤其夏天天气闷热的时候，在通风不好的环境中，一个晚上过去，多肉都可能会掉光叶子。多肉掉叶子，要是根系受损不严重，慢慢能自己缓过来。要是根系受损严重，往往整株就枯死了，就无可救药了。总结，多肉根系有多个形态，只要你的多肉不是新栽种的，出现上述5个信号，基本都可以确定是根系的问题。如果发现了多肉的根系不太健康，但情况不太严重的话，多通风，适当控制浇水，植株还能缓过来。情况严重的话，应尽快脱盆，检查根系情况，处理后重新上盆。要是你的多肉长势旺，长速快，根系绝对茂盛。以上是花花的观点，不同意见请留言交流。如果喜欢花花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的喜欢和支持，我们下期见。